各位叔叔阿姨、阿公阿妈，大家好，我是志霖。日子过得飞快，2026年就在眼前了。最近和老朋友们聊天，大家都感慨钱越来越不经用，菜市场、超市里东西悄悄在涨价，每月开销感觉更紧了。退休金虽然加了点，但好像总追不上物价。钱存在银行，数目没少，但能买到的东西却少了，就像一碗热汤，慢慢凉了。我们这个年纪经不起大风大浪，股票起伏太大，心脏受不了，基金名词眼花缭乱，外面理财商品又让人不放心。想来想去，很多人还是选择把钱原封不动放银行，但是钱放银行就真的最聪明、最安全吗？今天志霖和大家掏心窝聊一件事，这不是冒险，而是银行里一个本来就有，却被大多数人忽略的功能。只要你存钱时愿多做一个小小的设定，同一笔钱在同一家银行，利息完全可能变成现在的2、3倍，而且本金安全，利息固定，没有任何不确定的风险。不管你有10万、30万还是50万，只要钱在银行就适用。在2026年眼前，这对我们老百姓来说，或许是最安稳、最省心的选择。在细说之前，请大家帮个小忙，如果你也觉得自己的血汗钱不该只拿最低的利息，请为视频点个赞，在留言区写下我要守好钱，也别忘了订阅健康之道频道。我只希望能陪着大家一起把老本守得更稳妥，把晚年过得更宽心自在。好了，我们回到正题，请大家先想一想，或者拿出你的存折、银行卡看看。很多长辈辛苦一辈子，手上不止一个银行账户，有的是当年上班发工资留下来的，有的是现在每月领退休金专用的，还有的是儿女孝顺定期转生活费进来的。平常这些钱怎么管呢？大多是钱进来了，就让它躺在活期账户里，家里要开销了，再一点一点取出来用，剩下的部分就一直在活期里睡着。大家想法也很朴实，钱放银行总不会丢吧？银行多少还给点利息，虽然不多，但总比塞在枕头底下强，对吧？这个想法放在过去也许没错，但现在我们可能少算了一笔关键的账。志霖必须老实告诉大家，如果你长期让大部分钱躺在活期账户里，其实是在不知不觉中给银行帮了一个大忙，而且这个忙代价是你自己应得的利息。我们来算一笔最简单明白的账，现在绝大多数银行的活期存款利息是多少呢？大概就是 0.2%、0.3% 上下，有些小银行可能稍高一点，但也高不到哪里去。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如果你有1万块钱放在活期里整整1年，到头来银行给你的利息大概就20-30块钱。这20-30块钱在今天能干嘛？去菜市场可能连2斤好点的苹果都买不到，甚至不够在早餐店好好吃一顿。可是你反过来想，你这1万块在银行里待了1年，真的增值了吗？其实没有，因为物价早就偷偷把你那点微薄的利息吃光了，可能本金的实际购买力还在悄悄缩水。这就好比你的钱包其实有个小小的裂缝，钱一分一分的漏走，你却以为它好好的躺在那安然无恙。那银行用这么低的成本把我们的活期存款收去做什么了呢？这才是让人心里有点不是滋味的地方。银行用几乎零成本的方式把我们这些懒人钱聚在一起，转头就用高得多的利息贷给需要买房、需要创业的人。你拿到手的可能是 0.3%， 银行贷出去收的可能是 4%、5%， 甚至更高。这中间10几倍、20倍的利差，就这么轻轻松松被银行赚走了。金融行业里有个很形象的说法，管这个叫懒人税，不是说你做错了什么，而是因为你怕麻烦，图省心，选择了最简单被动的方式，结果就把自己应得的一部分回报拱手让了出去。大家说这心里能平衡吗？所以志霖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怎么把这一部分我们本该拿到的利息稳稳当当的拿回来。这个方法不需要你去学复杂的经济学，也不用每天盯着手机上的红红绿绿，更不用承担本金损失的风险。它的核心秘密其实就藏在4个字里，而且是银行系统早就设置好的功能，只是没人提醒我们用。这4个字就叫做综合存款。讲到这，可能有些朋友心里会嘀咕了，志霖，你说的是有道理，可我钱放活期这么多年，也没觉得损失多大呀。
反正每年底看看存折，利息那一栏总有点数字，虽然不多，但也是钱嘛。能有这个想法，恰恰是银行最希望我们保持的状态，因为你不去细算，不去比较，它就可以一直用最低的成本使用你的资金。大家要明白，银行是企业，它开门是要赚钱的，它的目标之一就是用最低的成本获得稳定的资金。我们这些把大量现金放在活期账户里不动的人，对银行来说就是最理想、最便宜的金主。活期存款对银行几乎没压力，你随时可能要用，它也随时能还，但平时不用的时候，它就能拿去做收益更高的运用。问题在于，它付给我们的报酬，那 0.2%、0.3% 的利息，在今天的物价水平下，几乎等于没有。你10万块一年才200-300块利息，而银行用你这10万块去运作，赚的可能几千上万。这巨大的差距不是市场偶然造成的，而是由存款产品本身的规则决定的。而我们大多数人无意中站在了规则里最不划算的那一边。所以说，我们不是不会存钱，也不是没钱可存，而是卡在了一个信息不对称的位置上。我们的钱明明在自己的户头里，却没有为我们自己努力工作，反而在替银行创造利润，那该怎么办呢？难道要把所有钱都拿去存死期定期吗？一提到定期，很多长辈的第一反应就是摇头，怕不灵活，怕急用钱的时候取不出来，怕提前支取利息全没了，白忙一场。这些担心我完全理解，因为传统的定期存款确实就是这么设计的。以前的银行系统，活期和定期分得清清楚楚，你要存定期就得专门跑一趟，选好期限，一旦存进去，这笔钱就像被锁进保险箱，中途打开，利息就大打折扣。所以很多朋友宁愿少拿点利息，也要图个随时能用的方便。但是重点来了，现在的银行系统早就不是几十年前的老黄历了。为了更高效地管理海量资金，也为了提升客户体验，银行其实早就推出了一种更先进的账户形态。只是这个好东西，他们很少主动热情地向我们普通储户，特别是我们中老年朋友推荐。这个账户就是前面提到的综合存款账户。名字听起来好像很复杂、很高深，其实它的原理特别简单。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智能存钱罐，你所有的钱都放在这一个账户里，但这个账户内部，银行系统会帮你自动分成2部分来管理。你再也不需要为了存定期而另外开一个折子，也不需要自己天天操心，我这笔钱是不是该转定期了，系统会在背后自动帮你打理得清清楚楚。而我们今天要用的那个关键钥匙，就藏在这个综合存款账户的一个特殊功能里。银行内部通常叫它自动转存，有些地方也可能叫约定转存或智能转存。说实在的，这个功能简直像是为我们中老年人量身定做的。可惜知道并用上的人太少。自动转存是干嘛的呢？它的操作逻辑非常人性化，你可以先去银行跟他们约定好一个活期保留金额，这个金额就是你评估自己每个月日常开销大概需要多少。比如你设定5000块或者1万块，设定好之后，这一部分钱就会一直留在活期账户里。你平时买菜、缴水电煤气费、取点现金都从这里面出，跟以前一样方便。那么账户里超过这个保留金额的钱会怎么样呢？神奇的地方就在这里，每天银行系统结算的时候，通常是半夜，它会自动帮你把多出来的那些钱转成一笔定期存款，这一切都是自动完成的，你不需要打电话，不需要跑银行，甚至不需要在手机 APP 上操作，它像有个贴心的机器管家，每晚帮你整理一遍。而且这个自动转存的定期期限也是你可以事先选好的，一般我会建议大家优先考虑1年期。为什么呢？因为现在1年期定期存款的利率普遍在 1.8% 到 2.2% 之间，有些银行为了吸引存款，甚至会给出更高的优惠利率。咱们来对比一下，活期 0.3%， 1年期定期哪怕就按 1.8% 算，这也是6倍的差距啊。同样是1万块钱，放活期1年利息30块，通过自动转存变成1年定期，利息就是180块，这不是多了一点点，这是实实在在的翻了好几倍。如果你的储蓄不是1万，而是10万呢？那1年下来，利息差距就是1500以上。如果是50万，差的就是7、8千，甚至上万块。
这笔多出来的钱，它不是外快，不是运气，它原本就是你该得的利息，只是过去因为你不知道这个方法而白白让渡出去了。很多叔叔阿姨算明白这笔账之后，心里都会咯噔一下，原来不是自己存的钱不够多，而是存钱的方法没选对。不过讲到利息变高，心思细腻的朋友肯定马上会有下一个担忧，利息高是好，可万一我突然要用一笔大钱怎么办？钱都转成定期了，我要是半夜突然不舒服，或者家里有急事需要钱，定期取不出来，那不是自己给自己找麻烦吗？这个顾虑特别重要，也特别实际，它就是很多人明明知道了这个方法，却迟迟不敢行动的最大原因。而综合存款账户真正厉害、真正贴心的地方，正好就体现在它解决这个担忧的另一个机制上。没错，临时用钱的灵活性是大家最关心的点。很多老哥老姐会想，利息高了，但钱锁死了，万一有急用，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那不是因小失大吗？这个担心100%合理。也正因为如此，银行在设计这种账户时，早就把这个问题考虑进去了。它不单单有自动转存，帮你钱生钱，还搭配了一个自动解约，或者叫智能质押的功能，来保障你的流动性。这个词不用记，你只需要知道它是干嘛的。我举个例子，大家就明白了。假设你跟银行约定，活期账户里永远保留1万块作为日常备用金。有一天，你突然需要付一笔医药费，要15000块，这时候你卡里的活期只有1万，还差5000，照常理，你的卡可能就刷不过去了，或者 ATM 机取不出来。但是如果你开通了综合存款的完整功能，神奇的事情就发生了，银行系统会瞬间自动判断，发现你活期余额不足，但它不会拒绝你的交易，而是会立刻自动的从你已经转成定期存款的那部分钱里拆出刚好你缺的那5000块，来补足你的支付需求。它不会把你所有的定期存款全部强行解约，而是用多少解多少，缺5000就只解5000的定期，剩下的钱依然好好的躺在定期存款里，继续享受较高的定期利息。至于被临时拆出来用的那5000块，它损失的只是从定期变成活期这一小段时间的利息差，你的本金是1分都不会少的。这样一来，你就既享受了平时闲钱赚取高息的好处，又完全不用担心被锁死而耽误急事。你可以把这个综合存款账户想象成一个既有头脑又忠心的老管家，平时他默默地把家里暂时用不上的余钱整理好，存到高息的柜子里，一旦主人急用钱，他马上就能从高息柜子里精准地取出需要的数额递给你，丝毫不耽误事。该灵活的时候绝对灵活，该稳健的时候绝对稳健，这才是真正契合我们退休生活节奏的理财方式。也正因为这个特点，它特别适合我们。我们的养老金往往是按月到账，然后慢慢花，钱不是一次性进进出出，全部放活期，利息太低，心疼，全部存长期定期，又怕不赶趟，心慌。现在用这个办法，2个痛点一次都解决了。那么这么好的方法，为什么我们去银行办业务时，柜员很少主动向我们介绍，反而更热衷于推荐各种理财保险、基金产品，有时候还会送点小礼品，拉你参加那些一存就是5年、10年的计划呢？这里面的原因其实很现实，也很直接，就是一个利字。你开通了综合存款和自动转存，银行就要实实在在的多付给你几倍的利息，这对银行来说是成本的增加，利润的减少。可如果成功推荐你购买一款理财或保险产品，银行不仅能赚取手续费、管理费，经办人员还能拿到业绩提成，银行整体赚得更多，他们当然更有动力去推那些。所以并不是综合存款这个方法不好，而是它对银行自身的利润贡献不如其他产品那么好。这也正是志玲一直想提醒大家的，银行是商业机构，它的首要任务是维护股东利益和自身盈利。如果我们自己不懂、不问、不要求，它自然倾向于把利润更高的产品推荐给你，而不是对你最有利但对它利润较薄的那一个。我们不需要抱怨，但我们需要明白这个道理，然后主动去了解规则，运用规则。这不是跟银行作对，而是把我们储户应有的权益，用合法、合规、安全的方式牢牢握在自己手里。知道了原理和好处，接下来最关键的一步
就是怎么去把它变成现实。很多朋友一听要去银行办理，心里就打怵，怕流程复杂，怕听不懂专业术语，怕被推销。别担心，只要记好几个关键步骤和几句话，整个过程其实非常简单顺畅。第一步是先整理一下家当，回家把你所有的银行存折、银行卡都找出来，翻看一看。有的存折封面上可能就印着综合存款4个字，如果是这样，那恭喜你，你的账户基础已经是高级形态了，但还需要确认自动转存功能是否开通了。如果看不出来，或者是很早以前开的普通活期存折，那也没关系，我们进行下一步。第二步就是安排时间去一趟银行，建议选个工作日的上午，人通常比较少，柜员也有更充足的时间耐心帮你办理。去的时候一定记得带上你的身份证原件，如果当初开户时还用了其他证件，比如护照、社保卡，最好也一并带上。还有就是你的那张银行卡或者存折本身，如果当初开户约定的是凭印章支取，那就把印章带上，如果是凭密码，带好卡和证件就行。到了银行取号排队，等轮到你了，坐到柜台前，不用紧张，也不用绕弯子，可以直接清晰地对柜员说，您好，我想把我的这个账户升级成综合存款账户，并且开通自动转存功能。这句话就是你的通关密语。如果怕忘记，可以提前写在纸条上递给柜员看。有时候柜员听到这个要求可能会有点意外，或者会顺势向你推荐，阿姨伯伯，我们最近有一款理财产品收益更高，或者有个保险计划很适合您养老。这个时候你的态度可以非常客气，但立场一定要温和而坚定。你可以微笑着回答，谢谢你的介绍，不过我暂时不需要，我今天就想办好综合存款和自动转存，麻烦你了。接着柜员会帮你操作，并会询问你一个关键的设定，您想设定多少金额保留在活期账户里呢？这个数字需要你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决定。想一想，你每个月大概的日常开销，留出足够的余地，比如每个月开销大概6、7千，那你设定保留1万或1万2就很宽裕了。这笔钱就像你身边的零钱罐，随时可用。超过这个金额的部分，每晚就会被系统自动转成定期。柜员可能还会问你，定期期限想设定为多长呢？对于大多数朋友，选择1年是非常合适的。1年期流动性相对较好，利率也远高于活期。如果你确信某笔钱3、5年内都不会动用，当然也可以选择2年、3年，利率会再稍高一点。但记住，无论如何选择，这依然是存款，受存款保险保障，不是理财，更不是保险。在最后签字确认时，一定要看清文件标题，确认你签的是关于综合存款约定书、自动转存协议这类文件，而不是任何带有投资保险、理财产品字样的合同。只要是存款协议，你就可以放心签。第3步是一个额外的升级建议，能让你更方便，有时还能赚到更多一点。如果你对智能手机操作不排斥，我强烈建议你在办完上述业务后，请柜员帮你同步开通手机银行，并设置为长辈版或大字版。很多叔叔阿姨对手机银行有顾虑，觉得不安全。其实现在银行的手机 APP 安保措施很严密，只要我们做到不点击任何陌生链接，不把短信验证码告诉任何人，不随便在不明网站输入银行密码，你的资金就是非常安全的。开通手机银行好处很多，首先，你可以随时随地查看账户余额和利息，不用再跑银行打存折。其次，很多银行为了推广线上业务，会在手机银行上提供专属存款产品，利率可能比柜台办理的还要高一点点。再者，通过手机银行转账，很多银行都免手续费，长年累月也能省下不少钱。银行的长辈版界面字体很大，功能很简单，主要就是查询、转账和存款。你可以请柜员当场教你操作2遍，很快就能上手，哪怕只是省去了去银行排队的奔波，也值得了。大家好，我们来梳理一下步骤，加深印象。第一，回家查看存折或银行卡，确认是否为综合存款账户。第二，去银行主动要求办理综合存款和自动转存。第三，设定好活期保留金额，定期期限建议选1年。第四，可开通手机银行长辈版，方便查账且享更多优惠。
这几个步骤没有任何风险，却能把被低估的利息一点点争取回来。长辈们，我们辛苦攒下的钱是晚年安稳的底气，它不该默默缩水。以前不知道这方法，是信息没传到，现在知道了，就别怕那一点麻烦。想象1年后，看到利息明显增加，多出来的钱能让3餐更丰富，添件新衣，老友相聚时更从容。这不是投机，是智慧的财富管理。我们一样可以学习用好现代工具，为自己赢得安稳回报。志玲做这个频道，就是想用大白话把关乎大家利益的事讲明白，帮大家少踩坑。如果今天这个方法帮你多赚了利息，我就觉得特别值。也请你把内容转告老友、邻居，你的分享可能帮他们的退休金每年增加几千甚至上万元，这是件积福的好事。最后唠叨一句，好选择不会自动到来，只有我们懂了，去问了，去做了，那份利益才会真正落进口袋。利息是选对工具加上行动换来的，这几天就抽空去银行办一下吧，只需半小时，你会感受到守护财富可以这么简单、安心。我是志玲，一个愿意陪大家一起学习，把日子过得更稳妥的朋友。如果办理时有疑问，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我们一起讨论。也欢迎大家办好后回来分享喜悦，让更多老朋友沾沾这份安心。祝愿大家健康愉快，本钱厚实，生活顺心。下期再见。